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昨天我们看了这个海尔洗衣机控制板的开关部分，还有过铃检测部分。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选择开关。这个功能选择开关呢，它的功能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我们看一下，把它开机以后，当我们拨动这个开关的时候，这个有指示灯在指示它相应的功能。我们看着还是很高端的。另外这个显示屏也会显示出相应的功能。这个显示屏的显示功能我们大家都了解，它有一个背光是白色的。通过我们的 MCU 输出并行信号或者是串行信号，然后呢经移位寄存器或者是这个显示屏内部的移位寄存器来显示。那么我们这个指示灯呢，我们看它是通过这3个3极管和3个电阻，也就是接我们 MCU 的引脚的这3个电阻来控制这个指示灯的亮面，形成一个矩阵。这个电阻输出高低电位，然后呢与这个3个3极管输出的高低电位配合，使单个的 LED 灯点亮。当我们单个的灯不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插相应的部位。如果所有的灯都不亮，那么就是有可能是 MCU 的问题了。如果有单个的灯不亮，我们就可以检查相应的元件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开关它是怎么实现控制功能的。首先我们用20伏电压档来测量一下这个开关的各引脚电压。那么我们看这端呢它是接地的，那么我们就直接把黑表笔放到这儿，然后我们量它中间引脚 4.96 伏，这个引脚呢同样是 4.96 伏。那么当我们拨动开关的时候在这里表现的不明显，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们把电断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了。好，我们把表打到2极管档，我们测量一下。我们看这2个引脚是不通的，实际上是不通的。这个阻值是电阻的阻值，这2个引脚也是不通的，这2个引脚同样是不通的。那么我们刚才量了，这边是高电位，是通过这个电阻，然后接这端的供电，这端呢是接地，直接接到地上了。中心抽头是输出的，通过这个位置，然后通过这儿有一个限流电阻，直接接到了我们的 MCU 上，然后提供一个信号来控制 MCU 转换相应的功能。那么我们看，在我们平常的这2个引脚是不通的，那么我们稍微拨动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它通了。我们拨动一半的时候，这个引脚通了。那么同样的放到这个位置也是不通的，然后我们拨动一半的时候也是通了。那么同样的我们往这边拨动的时候也是拨动一半的时候通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旋钮向这端拨动的时候，这个指示灯向这端旋转，也就是相应的功能转换，向这端拨动的时候指示灯要向这边旋转，然后呢相应的功能也在转换。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？下面我们用示波器一量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它的这边这个引脚是接地，中间引脚是信号输出，所以我把这个探头一边是接地，一边是放到信号输出上了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示波器放在单次触发上，现在是单次触发，我们向这端拧动一下，我们看是一个很窄的脉冲，我们再单次触发，我们看还是一个很窄的脉冲，也就是说脉冲宽度是相同的。我们再触发一下，还是这么宽。那么我们再按一下，然后我们向这端拨动，我们看它是很宽的脉冲，因为我们刚才拨动了2下，所以有2个宽的负脉冲。我们再拨动一下，把这个清除，我们看也是很宽的负脉冲，很宽的负脉冲。这就说明了这个时长不一样。它向这端拨动的时候，我们这3个引脚都通了，然后就把上边的上拉电阻的信号接地了，然后通过中心抽头输出一个窄的脉冲往这端波动的时候，
那么逆时针波动的时候呢，它就输出宽的脉冲。由于我们的 MCU 能够识别这个脉冲信号的宽度，所以就输出相应的功能。了解了它的原理，相信大家如果是遇到它的故障的时候，那就很好维修了。比如说这3个引脚短路了，或者是3个引脚开路了，我们怎么拨这个开关，它都不相应的闭合，这样呢就输不出信号，所以我们的 MCU 呢就检测不到，所以就不能够转换功能。另外指示灯有单个的不亮呢，我们就查这个3极管，还有这3个电阻，它实际上是由这3个电阻由 MCU 输出的信号配合使 LED 灯点亮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